爸妈，有一件事我想跟你们讲。爸妈，最近我身上发生了一件有一点奇怪的事情。我最近就是身体开始有一些变化。嗨，爸妈，那个好久不见了，很久没回家了。要用什么方法告诉我的爸妈、我的另一半，还有我的猫，我决定要出柜了。5月18号，我写完了广泽尊王给我的讯息之后，我其实是第一次用亲自的传下了神明的讯息。结果回家之后手又持续的痛，我痛我就写，我痛我就写，结果就这样子一直写到了一个晚上，其实也才第2天的晚上，我又陆陆续续写了10几页，可是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在写什么。我写完的手就稍微消一点，写完就稍微消一点。可是写到晚上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家，然后在房间里面写的时候，就有一种靠腰，好像一个人在玩笔仙哦，这样，然后就觉得很可怕。我又一直在画这些，我根本就看不懂到底在写什么东西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赶快传简讯给冠老师说，能不能帮我翻译一下，就是我写的到底是什么？所以我就拍照，然后传给老师。结果他就回答我说，我受到玉皇寺殿下的召唤，他要为我启灵。玉皇寺殿下是传说是玉皇大帝的第4个儿子。开基玉皇借由我把讯息传达给你，说九皇子呢就是由玉皇寺殿下加上太阳星君的合领，帝系是他的座驾。虽然说不知道启灵会怎么样，但是我原本只是想要探讨传讯人，可是现在好像我也可以开始亲身的去接触这一块了，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新才艺吧，就把它当做一个新才艺来学好了。今天来启灵，开启的启。虽然会觉得有烫到，但是我手伸出来。但是你的手感觉怎么样？手就 OK 了啊。此刻其实你会觉得自己已经跟刚才来之前是不一样的人，有一些不一样的流动在你里面发生，那感觉比较安定，比较胸有成竹。我回家之后我手痛，然后我又写。然后我写完了之后，我又再请老师帮我翻译，结果我就得到了新的讯息。红色是我写的，然后黑色是后来翻译的。他就说：“我是王爱如的大灵，透过这一次的合一，我想要到花东去降落，把光带进东台湾，经由实际的行动，例如骑车。”走路，在海边漫步，在山谷散心，蛮闲情逸致的。光到达花东纵谷，抚慰那受创的山河。世界讲一句话送给你。
启你的人生旅程，它会带你飞得更高，请你看得更远，请你准备好。今天5月20号，就是一般来讲是台湾如果选总统，今天就职的话，就会是今天这个日子。所以你今天就是把自己这个视觉之王登上去，你坐在那个位置上，然后从你的眼界去把全世界的美跟这种人性里面的，还有看不见的世界里面的，应该要向人们展现的，透过你的眼睛去把它给展现出来。在美玲传达完关于玉皇寺殿下跟我讲的在5月20号登记的这件事情之后，美玲就说：“哎，其实这些讯息就是老鹰在帮忙传递的。”第一天我看故事，老鹰啊，哦，对，然后我一直看着远方，那个讯息是从远方一直这样子下来，一直下来，一直从高空。哦，所以你今天是来开眼，哦，鹰眼，智慧之眼。你那只老鹰对你帮助好大，因为那只老鹰一直在那里，然后你接着你会行脚全世界，你会到处飞。它那个，你那只老鹰就在那个树的那一边，然后那个电报就会从那边哒哒哒哒哒哒一直打过来。然后我那个时候想说老鹰，但是因为前一个月4月的时候，我有到下部世界去找力量动物，老鹰就是我的力量动物。力量动物，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你的潜意识的显化的一个能量体，而力量动物它会来协助你现在所在学习的事物。好比说老鹰，我找到的是老鹰，老鹰在协助我的就是老鹰它当它在飞的时候，它就是跟我们人比起来，它拥有一个更高的眼界，更高的视野，它可以从一个更高的视野来看待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事情。而且可以看得更远。那时候处在一种很巨大的，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搞错了啦，就是其实这只是误会一场而已吧。这样，我其实不会写那个东西，也许写完就没有了，还是老师就误会他其实不是这样的。那个时候其实内心非常的混乱，然后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去定义这一件事情。我越感到不确定的时候，我依然又持续的在写。我会不会真的就只是随便写写啊？我不知道，那个时候很迷惘吗？因为我无法肯定我是否之后真的就成为一个通灵人。我只是那个时候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原本是阿海拍片，然后他拍到后来他自己公亲辨识组在电影里面，结果现在是事情原本我在探索其他什么叫传讯，什么叫通灵，结果好像我可以通灵了，就是这个事情突然间好像转向我。所以我开始写完之后，我也有一个感觉是：难道我之后也会变成那种我无法控制自己身体的那一种宕机吗？我会不会也会失去意识，然后必须要去协助大家办事情？我会不会也会不由自主，没有自己的主控权？我即将要成为那一些我很有刻板印象，而且我有很多偏见的那个族群了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还是那一些刻板印象、那些偏见，真的就只是偏见？过2天在家里面，我就写出了一行红色的字：“干女儿啊，爸爸来看不错的你。”好哦，蛮温暖的，好哦。
从会写天文之后，事情就超展开了。6月份的时候，我跟宝仪一起出国，进行了一趟深度的灵性之旅。因为这边是法国的地心探险小说的所谓的地心的入口，冰岛。地心探险。冰岛是一个风雨交加，就是晴时多云偶阵雨。你可能在车上面还是晴天，一走下去就开始飘雪或是飘雨的一个地方。所以那边的人就是不得不对这样子大自然很严酷的环境，你必须要非常的臣服。所以大家就对于活着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其实非常的当下的，那个感觉跟台湾很不一样。姐都来了，我们一起来了。等下下次洗出来，然后再看一下。笑好笑。OK。应该起了，一定可以。其实我看不太到你到底喝到没有喝到了 ，OK。旋转360度。我就怎么用匹配音啊？有种在长高的感觉，是因为我的镜头移动了吧？总之呢，我们就去很多地方观光，看那边的瀑布啊，然后再看那边的瀑布啊，然后再看那边的瀑布啊，我们就是看了超级多的瀑布。一开始看到第1天、第2天的时候，都觉得哦好开心哦，瀑布真的好棒哦。可是当你看到第2天、第3天，然后导游跟你说我们要走2个小时进去看一个瀑布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有点 again 瀑布 again， 就是到后来你会开始怀疑，难道我来这边这一趟就是不断的在看这些水花这样子吗？你怎么那么开心？你有看进去吗？你可以看进去，你可以先不要拍，你可以看，用眼睛看，因为它是拍不出来。你用眼睛看进去那个瀑布水流的感觉，你会看到瀑布不一样的流动。当时的我还不知道，离开热闹的台湾，来到空灵的冰岛后，我的通灵大冒险才正式要展开。一切就要发生了，一切就要发生了，不用再等了。就在星期五的晚上，大家脸上挂着笑容，好好把握今晚，明天就让我睡到自然醒。天宇
是一种语言吗？不是一种语言，就好像你们在听收音机的时候，不是有时候收音机会有一个指针，它会去跑那个频率，或者是有那个波形，它就是一个震动的样子，震动的波形。所以当天文写下来的时候，它其实是在介入的讯息震动的波形，把讯息震动的波形给写下来。但是要能够去转译这个波后面的意义的人，这个才是能够得到真正讯息的意思的人。